杨紫的日系穿搭基本正常，颜值和人品立马更上一层楼。以童星身份亮相的杨紫，虽然不是现在媒体上最华丽的艺人，但也经常因为她的流量、明星形象而被人们看好。说实话，杨紫真正的火爆不是她的第一张脸，而是她的穿搭。虽说场合造型，但杨紫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很会穿衣打扮，穿衣风格有很多种，最容易模仿的就是日系风。这种风格的大部分服装通常简单而合身。如果你喜欢日系风格，你应该从杨紫的穿搭中获益。杨紫一开始的造型都是日系的，一头飘逸的长发搭配日系的穿搭，简直是太妖娆了。日式服装给人一种完美而规律的倾向，所以在选择服装的色调时，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低沉色调的浅色服装，但品种不能太鲜艳，任何其他的样子格外吸引人，没有日系风。一尘不染和正常，它会显示出过分的当前和现在。和杨紫的穿搭一样，她选了一条浅粉色的吊带裙，低沉的浅色调，在温暖的季节里真的很合理。有配置感的睫毛不会过于强烈，却能勾勒出浓重色调的整齐感。然而，对于没有白衬衫的完美而有规律的倾向，可以说什么呢？杨紫除了选择了一条浅粉色的吊带裙作为穿搭的主体外，还选择了一件纯白的衬衫作为打底，看起来更干净、更有规律。杨紫的造型前段时间就开始热闹起来了。本来就符合剧中的人，而且也符合她自己的性格，所以她的穿搭还蛮有活力的。假设你觉得简单的日系穿搭过于乏味，你可以从杨紫的风格中获益。内搭一件宽松的短款牛仔外套和一件有配置感的衬衫，整体有3层感和时尚感，可以穿出类似日系的风格。它在微风中别具一格，又与一种当下的活泼感联系在一起，格外引人入胜。另外，这件宽松的短款牛仔外套的领口设计成条状，袖子上增加了开口的成分，非常有设计感。这件薄荷绿西装外套有点新意，坚持低沉色调的选择策略。杨紫的穿搭没有过多的例子，也没有红紫色的粗犷色泽，同样能衬托出个人。该组合物非常令人满意。大衣是西装的变体，更适合日式风格。如果它是一种都市奇迹风格，那么这种佩戴方式同样很棒。除了在开车上班的时候挑选日式服装，事实上，你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尝试这种风格的服装。由于日式服装多半是简洁明快，没有笨拙的设计和特别吸引人的部件，所以搭配起来并不难，混搭的款式也比较多。像杨紫这样的穿搭，选择了一件印花衬衫作为打底，一件纯白的衬衫作为外套。日本人的不费力气马上就满了。一般色调通常是浅色调，浅黄色和纯白色的混合同样是坚持不懈的混合之一。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挑选混搭，你应该弄清楚如何穿出杨紫的风格，错误率非常低。看了杨紫的日系穿搭，你学会了吗？02李现一脸懵逼，曾八平追捧的现任甜心现在怎么样了？说不上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，好像好久没见到李现了。不管怎样，在网上寻找他的新消息时，最常跳出来的可能就是李现糊涂了吗的对话。综上所述，他的知名度在网友们统计的名人 VIP 超话动作榜单中排名靠后。仔细一想，最后一次见到李现是他7月新剧《人生如初》的送行时间。这个节目的传播非常粗糙，前一天正式宣布他被预定上线，但是他被短暂的移除，并在第2天移除了机架。终于，节目部分 Y 出现并做出断言，由于特殊原因，传输被推迟。具体解释不清楚，但经过激动人心的弯道，不少人再次打量了李现。有网友提到，为什么李现现在安静了？没什么新鲜的。当年亲爱的心爱的热播，如今男友称霸荧屏新宠，多么出名啊！现在的男朋友很快就失败了。将时间推回到3年前的夏令时，李现一下子爆发了。一部《亲爱的挚爱的》格外出名，剧情也好甜。随着剧集的发布，主演杨紫和李现各自出圈。
尤其是饰演男主角韩商言的演员李现，被认为是7月的现男友。当今男友的名声，唯一一方面是通过职位过滤器来支持的。韩商言饰演的人是高冷霸先生，但谈恋爱后调情高超，瞬间触动了观众的心弦。另一方面，撩人的同样是一个先进的精确数字。看过李显发腹肌照片的人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谢谢男菩萨。就这样，凭借着大人物，李现名声大噪。据资料显示，在《亲爱的爱》发表的某个时刻，他的粉丝在22天内加速突破1000万。包括新开的短视频账号，他最简单的发布了一个视频，几天之内就获得了超过1700万的粉丝，这是一个强大的新流量。因为火炉变得如此突然，很多人都以为李现有幸一夜成名。但追寻回归于他的出现经历，背后却依然有无数硬朗的画卷。他早期的成功变成了非常可怕的。李现转为专业出身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，大学同时参演电影《万箭穿心》，这是他的第一幅电影画作。合作演员是严冰妍，实力派演员，豆瓣评分8.6。不过这次会议上，李现的表现并不出众。即使这部电影获得了许多奖项，他现在已经没有名字了，没有名声，他需要重新开始。李现演了很多年的辅助角色，很多都是名次过高，爆出圈子的。和网剧《睡在我上铺的哥哥》一样，豆瓣评分7.5。不过说到这部剧，大家都记得林翔宇是陈晓演的，现在谢逊演的已经不是李现了。或者是微笑非常迷人的电影模特，这部电影可能非常有名，但他却没有获得评级。认可度消退后，观众的记忆停留在 Angelababy 和井柏然这2个主演的角色上，现在不再总是理解李现出演了玉半山。还有好评如潮的法医秦明，李现饰演的恶警队长林涛，观众不怎么熟悉。当然，他的小名声绝对比不上张若昀和焦俊艳主演的。兜兜转转多年，李现演过具体的作品，出圈，赞，最简单的就是他不温不火。没有火怎么办？我就是画的比别人强，吃苦和配合，工资一直很低。凭借这些优势，他在朋友们的出现下，获得了成为河神名人的可能，并首次成为主演。出道第6年，李现并不经常占据领跑位置，他变得非常勤奋，在拍摄这部剧的某个时候多次去急诊室。最终河神豆瓣评分为8.1分。他画作被夸火堵锅的有小范围出圈，再加上随后的亲爱的热播，他最终积累了很多，毫无疑问的成名了。更特别的是，大名鼎鼎的李现在后来的发展中却是一抹脆弱，能播出的电视剧集名气不大，推出的电影名声也很差，甚至有人说亲爱的之后，李现的电影都看不到了。来，我们先来盘点一下李现曾经看不下去的剧集。首先是《剑王朝》，继亲爱的之后转播，而李现则成为了最大的知名度。明明时间和地域都有利，但剧中李现的刘海太难看，演技也不够精准，让不少观众信服。爆炸后的第1幅画已经跟不上节奏，成名之路显然已经结束了大快颠簸。更糟的是，李现随后推出了可怕的电影《抵达之谜》和《赤狐书生》，这些电影的豆瓣排名分别是4.7和4.8。他们被抱怨这可怕的阴谋，差点睡着了。所以李显西提到了金扫帚最让人失望的演员。一夜之间，李现在群里变成了嘲讽，我还没来得及在大屏幕前露面，我先把金扫帚拿下来。粉丝们第一时间对李现表示认可，宣布那些作品过去都在库存中，现在已经没有名气了，也没有选择的危险。但成名后，他在古董终局中的整体表现就变得平庸了。演技被说是老牌演员比不上的，他再次被提名金扫帚最失望男演员。可见，自从他走红以来，李现的作品都不是很好，要么是因为他的剧情不好，要么是因为他的演技差。这样的事情发生过1次、2次，观众自然会觉得李现出不出好作品，人气很快就消失了。
这又让我们回到开头网友提出的问题：李现是不是一团糟？这是怎么发生的？问题的答案很简单，这是娱乐圈最普遍的现象，流量变化太快。就拿最近《苍兰秘籍》中王鹤棣一案来说，一举成为当红男友，人们很快就忘记了去年这个时候，他因在《遇见龙》中的角色而被嘲笑。被人讥讽的是他的廉价妆容和呆板的表情，一个只有 AI 演技的丑男。被人嘲笑也无妨，只要能拿出好的作品来刷新你的印象，丑陋的木偶少年就有机会变成漂亮的木偶少年。至于李现，他现在没有好作品，自然很难维持自己的流量和人气。不过，李现恐怕也不是追求流量和人气的人。正如杨天真之前所说，李现刚走红的时候，每天都能赚大钱，但他没有选择套现。相反，他选择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，去健身房上日语课和英语课，为以后的戏剧做准备。这部剧就是《人生如故》，7月上线下线，他还去剃光头1寸。遗憾的是，该剧并没有真正与观众见面，他的努力成果暂时无法考证。说起来，李现这几年的选择似乎也不太出彩。每次有一部入选的新作品拍完甚至不播出，外界都认为他糊涂了。但仔细一看，翻看他的同人志作品清单，库存看起来还是不错的。比如娄烨导演的电影《3个字》，他拍过很多文艺片。又如电影《中国刑警》，由朱亚文、王景春等主演。辛玉坤导演也是大名鼎鼎，导演的代表作《风暴之声》《心之迷宫》在豆瓣评分过8。另一部正在筹备的剧是《风在何处》，由仙女刘亦菲联合主演。很多粉丝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见个美男子养眼了。唯一的问题是，他的作品已经跟不上他走红的步伐，他的巅峰人气正在慢慢被磨损。有人认为李现找不到自己的位置，所以没有利用人气巩固自己的位置。可惜他没有利用自己的人气。但李现的迷惑颇有价值。在这个流量时代，很多人都拼命想赶上流量，但李现却不是。韩商言刚走红的时候，在采访中被问到，现在应该有很多同类型的剧本接近你，提供更好的条款和报酬，你会如何选择？他说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从未重复过任何类型的角色。李现做出的选择，就是趁着年轻去尝试更多的选择。他没有追求突破性角色给他带来的高潮，而是继续致力于新角色的新工作。看看他过去和未来的作品，他确实一直在挑选不同的剧本，实践他所宣扬的。另一方面，李现如今的嘲讽也可能是一种自我解决。在之前的采访中，李被问到，如果你回到几年前30岁时的状态，你会不会特别害怕？他想了想，回答说，我怕我自己演不了，不是我红。比起自己的人气，李现更期待接下有挑战性的角色。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为电影业留下一些东西，而不是从外面的世界中汲取一些东西。在如今变幻无常的娱乐环境中，这样好的心态是相当难得的。所以在大家都说李现迷路的时候，我倒是有点好奇他有没有机会再做他现在的男朋友。让我们拭目以待，看看他的新作品效果如何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